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。我呢是你玩车的好朋友尔琳娜，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台车里面？我在 S2000里面呢。有看过 S2000 吗？你们可以隔着荧幕闻香一下。那我今天呢不是来试驾这一台，我今天呢是带着我的凯宴来镀膜的。那在镀膜之前呢，我决定先水一集，因为这间店呢是一位资深媒体前辈开的店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老板聊聊吧。为什么说张大哥是资深媒体前辈呢？大家常听到的义福哥，福哥呢是张大哥的学弟，对不对？原则上来讲，他是我学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在车主杂志，我们有曾经共事过，一起做多久详细的我没有算啊，但是因为我比他资深一点，所以我叫他学弟应该不为过啦。所以义福哥大概在你那边做了多久呢？哦，好几年哦。哦，那这样还算新人吗？哎呀，我们刚刚讲到学弟嘛，那你的学长听说也蛮有名的，学长蛮多的，像 Eddie 啊 ，Eddie 就是我在车训的大学长。那同期呢？有啊，就那个很帅的型男邢宇龙啊。哦，车水马龙网嘛，对，我知道。那你们在公司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？邢宇龙这个人就很老实啊，不过他老婆算是因为我介绍，然后认识，后来就结婚。那我记得除了邢大哥之外，你们还有一个同期也蛮有名的，是不是叫？他不能算我同期啦，我们辈分要讲清楚，因为他比我早很多，而且他是我那时候在 Option 的主编，他应该要算是我师父。因为我听说他就是比较高调，有点大头，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。他头就真的很大啊，对啊，其实蛮多的耶，要看你要问是哪一种的。因为我之前有遇到类似的，我们在新车发表会已经见识过他的厉害的地方了。哦，那这个倒是有啦，就一起出国去采访啊，然后当天在机场就突然出现多一个人这样子啊。我们应该3个人去采访的，就那一天在机场却突然出现多一个人，也不是我们编辑啊，3个人的经费要给4个人用。我以为他是自己出哎。哦，没有哎，那听说是某人的女朋友啦。啊，女朋友，可怜呐。之前说你刚好待过车主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杂志吗？最早就是 Option 嘛，然后后来是 GT， 然后车主平面杂志就这3个，还有一个那个讲影音的汽车影音的。哦，那这段期间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吧？哦，有那个很干，真的是。那我在 GT， 我们 GT 出一个人，然后车主出一个人，因为 GT 是讲改装，然后车主讲新车，我们一起去慕尼黑。到了慕尼黑那边呢，地下 B3、B4 都是奥迪的大本营，我们把车拿出来了，结果车主这个死菜鸟，他跟我说不会开手排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换车，然后从慕尼黑一路上 Autobahn 无数线公路，一路开到瑞士苏黎世那边去。他开的又很烂，自排也可以开很烂，烂到被一个老阿嬷哦，满头白头发，像苏菲亚罗兰一样的997，他开997，对，被人家拉过去。那你们为了换这台自排是有 delay 到？去到苏黎世，对，哦，因为我的行程我是做改装的，我当然以我改装为主。苏黎世有一个很有名的厂。其实我有点忘记名称了，大家不要笑，好像叫 Technic 还是什么的。他们在当时有一台破世界纪录的车，保时捷997。因为这个 delay， 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呢，这台车子送去德国做风洞测试，我们擦身而过，这台车没有试到，就是因为这个只能开自排的家伙。我们后来居然屈就于什么题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Polo， 等级落差有点大哦。对，我就很干，我超干，超闷的。那回去有被你揍？我好想哦。可是人家是某人的爱徒，可能是因为我很情绪真的太激动了，所以回程还迷路。我们开去奥地利，这个距离有点远哦。对啊，怎么过海关的我也不晓得，反正那10天真的是很闷啊。对啊，像这种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啊。那同期我们刚刚讲到有邢大哥嘛，那还有一位我记得你跟他也蛮熟的，就是老谢。哦，老谢哦。老谢严格来讲，他也算是我前辈。他进去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在哪边啦。那他离开的时候，我才进个汽车媒体。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做那影音杂志，那他是厂商啊，那我去采访他。对啊，那就因为这样认识了。因为我看你跟老谢感情还不错，2个会互打嘴炮。我觉得是他很鸡巴，我也很鸡巴啦，所以就臭味相投啦。可是我也很挺他，我上一台车也是改他的影响啊。早谢牌嘛。对对对，就是早谢，就跟他人一样。怎么会想要隐退来做汽车美容？就真的做得很累啊，没跟走啊。你们平常上班是几个小时？劳基法规定的之外啦，别人我也没去记啦，我讲我自己好了啦。好啊。我平均每个月加班绝对破100个小时的。哇，你们是每天基本上都在加班，一定做不完啊！东西不是说你出去试了车，然后拍了照回来叭叭叭叭就打出来，不行，你一定要想嘛。对啊，那我的单元又多，我的分量、我的页数多嘛，一定是加班的啊。所以你们每个人负责的单元都是很
很多个，对不是只有单纯一个单元而已。不是，也许你会开会嘛，这个月你要做什么啊？你会采访什么劲爆的啊？然后你是什么啊？那每个人的工作分量不可能完全一样啦，那难易度也不同啊。那有谁的单元比较简单的？倒不一定反正最轻松永远。他只做一个单元吗？他只写一个单元啊，对啊。你们其他人要负责这么多单元，人家屌啊。所以你们连补休啊、特休那些都没有。我想很多公司可能大同小异啦。我们加班10个小时，换休1天。那我们这种平面媒体月刊会有截稿假，假可能3天前后啦，每一家不一定。3天有时候都放不完了啊。那我刚刚说我加班超过100个小时，那我1个月放13天吗？不可能啊，做不完嘛。所以基本上你1个月能放到的天数也不多，真的不多啊。而且我们那时候的制度是隔周周休哦。对，所以我们是1个礼拜是休礼拜天，然后下一个礼拜才是休6日哦。事情做不完啊，怎么休？所以比如说你们礼拜6日也会在加班哦。常有的是啊，所以我在 Option 做了70个月，我会用这个比较奇怪的算法来算，是因为我们是月刊。你突然问我几年，我答不出来。可是你问我几个月，70个月，然后每个月都在赶稿。对，所以我就做得太累了，我就不想做了。当然在 Option 之后，我又有几个去到别的几个杂志啊，但是最终我真的是觉得累了啦。想了想，我就跑来做汽车美容了。这台 S2000，我刚刚就是从这台里面出来的，不用猜，这就是 AD 哥的车。这台呢，它也是请你来帮忙做整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只整理轮圈。它的轮圈哦，这台是我没有记错是2000年的车啊，23年的车，我真的觉得它轮圈没有好好的洗过，因为它光是前轮的轮圈单一个啊，我就刷了6、7个小时，用牙刷，因为你不可以伤到它的漆。是多厚啊？它的铁屑？哦，非常厚哇，我吓坏了！就是你看到凹的部分都是黑黑的。那它这台车我看它是连轮框跟轮胎都是原厂的，它都没有大改。没有，这台车全原厂，原汁原味。我记得 AD 哥有很多很有趣的车，你在你这边应该有常看到不少台吧？这一台车之前就是你上的 SER， 来我这边镀膜的还有之前那个 W201老宾士。我记得他有收到一些新车吧，像是 GR Yaris 他也有。对，我听说他有一台。哇，他狂收车呢，好厉害哦！他很爱车，真的，他很爱车。我想他最爱的还是这种90年代前后的。看完 S2000之后，我看到前面这一台凯旋，这一台真的很少见，是张大哥你的车吗？对，一般人不会选到这种车。其实我会选这台车也很简单啊，我觉得我不想花大钱买台重机，好天气去到热点，大家都制服啊。想跟大家不一样。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吧。这台车是我前年8月拿到的，那时候的总代理就已经讲明了啊，他这台车他就是要指明挑战日系同级对手啊。结果果然没有错，后来定价39万8，但是以它的配备、它的性能来讲，这台车蛮超值的。其实我订这台车的时候，车价多少还没出来哦。那我不管嘛，反正业务跟我说，反正我就是日系车的价钱。然后我就跟那时候很多订车的，但是他没交车，我就跟他们赌，我说我跟你们讲，一定是39万8，就不会超过40万。安东最喜欢点8000这种东西，你们信不信？结果我们就赌咖啡，我赢了，我咖啡到现在还没喝完，就前年的事情啊。赌到现在咖啡还没喝完。对啊，因为太多人啊，我记得好像赢了60、70杯吧。那你这台车有没有改过什么其他东西？就小东西耶，端子镜、风镜、保护盖啦，基本上算没有改的。所以这个配原子是你自己加装上去的吗？那个主要是我不想要跟人家一样啊，然后刚好我有杯原子，我就把它改造一下，就把它塞进去了。反正也特别嘛，就是要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张大哥，我们看完你的重机之后呢，那我们来看你的爱车之一。因为 S2000它刚做轮圈清洁啊，那它现在不能动，所以我的车子要丢在外面。好吧，那我们直接过去看好了。你这台也是90的，你的是收5系列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想要找E30，就是所谓的3系列，但是那时候3系列状况好的不多，然后刚好碰到这一台比较好的，所以我就先买这台5字头的。其实这个年代的双 B 啊，都还蛮经济实惠，而且蛮耐用的，所以没有那么难养，真的。轮框来就这样，但是垫片我有在重做。你的方向盘跟别人的不一样。噔噔噔噔，这个绝版的艺品呢，那时候是车友他们割爱的，然后它虽然有年纪，它是绝版的，包装的纸盒跟塑胶套完全泛黄，可是它是全新没有使用过的，所以1万多块，我毫不犹豫马上我就买，这是全真皮的，这个 Nadi 的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
谢谢张大哥跟我分享以前你在车圈一些有趣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八卦。那这间呢也是你一个人在开的汽车美容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服务而已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，来之前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预约，不然张大哥呢是非常忙的，没办法临时为你服务。对啊，因为真的就只有一个人服务，所以如果没有预约就过来，那可能没办法，你就只能陪我聊天，没办法弄车。好的，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结尾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